然后，那我们再接着看，我们来看解的几何意义啊。我们刚刚做了一点点分类，你有通解，你有特解，你有异解。那请问它的意义是什么 ？OK， 所以讲义上给各位两个结论，什么叫做通解、特解？那什么叫做异解？好，讲义上给了两个结论。在谈那个两个结论之前，我想我们就不直接去念它了啊。我们从一个例子来看看，然后最后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它这两个结论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从下面给的那个 example 2， 我们来看好，然后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来看看解的几何意义在这三类里面有何差别。好，我们看看这个微分方程是这样，他说啊，给我一个这样子，好 dy dx， 然后这边有个平方，然后减掉 x 的，好，这就是我 given 的 ODE， 所以你看到它这是一个这几次啊，它是一个二次的，对不对？好，因为这边有个平方啊，它是一个一阶，但是是二次的 ODE。那么我们也不去解它了，因为我们还没有教各位怎么解 ODE。好，我们只可以告诉你说，好，那我找到它一些解。第一个，这个是它的通解，好，这是它的通解。那另外一个呢？我说 y 等于 x 减1，那它这是一个特解，我已经算给你了。那我也告诉你说，还有另外一个 y 等于1/4的 x 平方，那这是一个我的 singular 的 solution， 是我的异解。所以你很明显的看到，哎，果然这两个它的 pattern 有像，它差别就在于那个 c 还没有被决定下来。那这个呢，异解，你看它的缝跟前面两个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好，那我现在告诉你说，这三个都是答案了。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了解一下，请问这个答案它的意义是什么？你现在给我这样一个 ODE， 然后你告诉我这个答案。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三个解啊，从它解平面的角度来看啊，看它的几何意义。所以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我们把这三个解给所对应的这个线给画出来好了。OK， 那你刚刚知道通解怎么变成特解，是因为我 C 是1，对不对？好，我透过 initial condition 啊，也许我告诉你某种 initial condition， 但在这个题目里面没有告诉你，因为他不要你求，他只是先告诉你我最后特解就长这个样子。所以你知道特解是透过通解 c 等于1而来。所以我们刚才也知道，如果你的 c 改了，你的这个如果 c 变成是-1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特解也会变不一样 ，right？ 好，所以好，我们现在画这张图，我们把这个解啊。它的几何意义表现的时候，我们画了一张图。这张图就是把这三个解把它画出来。我们选了一个，这是 x y 的平面 ，x y 的平面。然后我现在先画某一条啊，那我先选哪一条的话呢？我先把异解画出来。我先把这个下面这个异解画出来，所以是 y 等于1/4的 x 平方。我现在把这个 equation 把它描出来，所以你知道 x y 应该是多少？首先，这个你各位都会了 ，OK？ 你是00，它会通过，对不对？然后如果这个是2的话，这应该是1；这个是-2的话，这个呢-2这个也是1，对不对？好，所以我会得到它通过了一个原点在这儿。好，然后呢有个2、1，好1、2，然后1，所以它会有通过这个点。然后这是-2，这样子，所以至少我知道我画了这三个点出来，那我知道它是一个二次的曲线，所以实际上它应该是长这个样子。OK， 所以这是我的这个 equation 所代表的曲线是长这个样子。好，那接着呢，我看我找一个特解好了，
刚特解说 c 等于1的时候，我会得到这个，好，所以 y 等于 x 减1，一样，我也把你描出来，所以 x y 的值呢，它这时候没有通过什么 x 是0的时候。x 是0的时候 ，y 就是-1嘛。那 x 是2的时候 ，y 也是1。所以我看现在是一条直线，所以我找2个点就可以描了。所以我得到0、-1在这里，这个点，对不对？那我还要找到一个2跟1的。那2跟1是谁？是不是这个？一样，刚刚那个点。所以你知道，它其实跟它，也就是说，事实上。这一条线啊，就是 y 等于 x 减1这一条线，它实际上是这一个 y 等于1/4x 平方的切线。那切在哪一个点上？切在这个2,1这个点上面，它是它的切线。好，一样，我可不可以再选其他的不同 c 值，找出不同的特解？如果刚刚这是 c 等于1的时候，我现在 c 如果等于-1的时候呢 ？c 如果等于-1的时候，它就是-x。OK， 减1啊，它就是-x 减1。那一样，我有 x y， 我还是可以画出来。好了，那你一个是0的时候还是-1，那另外一个呢？如果它是2呢？它-2呢？答案是1，对不对？所以你一样也可以描它，一个是0，-1，一个是-2，1啊。所以你发现你切的是另外这一边。好，所以 again 你可以选其他的 c 值，这是 c 是1 ，c 是-1，你还可以选其他 c 值。每个 c 值它都会怎样？它都会跟你这一个 y 等于1/4x 平方在某一个点相切。好，所以当我把所有后面这边还有无穷个不同的 c 值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就是什么？它就是一个什么？会切过这一个 y 等于1/4x 平方这一个曲线的一个什么？一个族群啊，它是一个族 ，OK， 就是一个族群。那它每一个都是切线，然后会通过它每个人切的点会不一样。所以如果我把这个 equation 现在现在这个平面一分为2的话，我会发现说，其实这一区叫做第一区的话，在这个第一区，也就在这个2次曲线的内部，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它没有解，它是个没有解的区域。所有有解的区域都落在哪里？这个2次曲线的外面，在第2区里面。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然后呢，它们关系什么？在这个有解的这个地方的任何一个点，我选到一个点，这个叫做 P 好了，它都会有一条线切线，然后穿过 P， 至少有一条切线，然后会穿过 P， 然后跟这个1/4x 平方相切，跟这些相切。OK，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看看这个图，我们现在已经描完了。我们可以看看你的通解就是什么。所以你看看那个结论，第一句话结论说，通解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所有解的一个什么包络线，对不对？他说你通解表示在 ，sorry 我讲错，通解表示在这个平面上的一个曲线组。你刚刚这边有很多条 ，OK， 那其中你的特解只是决定了某一个 c 之后，它的一条线段，一条曲线组里面其中一条。那你的异解是什么？异解就是包住，我知道包络这个曲线组的包络线。你看我们这边讲义上画了很多条线，每一条线你都可以你要再画多密都可以。当你可以把它画到无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第2区的时候，它是密密麻麻的穿过所有的线，可是在这一区都没有。然后这个密密麻麻线的这个 boundary， 它的边界就是你的这个异解这个解，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包络线。OK。所以你会发现说，哦，原来他们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刚那个结论是，异解表示通解是曲线组的包络线，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边是第一区是没有解的区域，然后这是有解的区域。好，所以回过头来，我问你一个事情，你为什么会觉得说，或者不是你觉得，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个也会是原来 ODE 的解？为什么 y 等于1/4x 平方也会是原来 ODE 的解？你看这个 equation 它是怎么来的？
这个equation怎么来的？我自己画的，不是，它是由无数个什么点把它拼凑出来的。你看得出来吗？你这边贡献了一个切点，对不对？这边也贡献一个切点，我还可以画更多的切点给你看。所以你这条这个曲线这个包络线啊，它是无限个切点把它凑起来了。所以呢，你看这个切点，你说它不满足 equation 吗？它满足 ODE， 当然满足啊，因为它在解的有解的这个平面上面嘛。所以你看这每一点都会不会满足 ODE？ 会啊，它每一点都满足 ODE 啊。所以你由这些点把它凑起来，这一个当它满足 ODE， 你就觉得不会很奇怪啊，不会很奇怪。OK， 所以它形成了刚好这些切点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equation， 那这个 equation 就是你的一解。但是你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并不是说我在有解的这个平面上任意找到一个 equation， 那这个 equation 就一定是我的原来 ODE 的解，不是这样的意思哦。不是这样的意思哦。比如说我随便举一条，比如我现在讲说这个哈，它是不是通过我的解平面？它是不是有很多点把它凑出来的？可是这样这个 equation 并不是原来 ODE 的解。那所以这个一解是非常 special 的，刚好它凑出来的，所以你说它满足是 OK 的。但同时它本身又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 equation， 形成这样的 equation。但你记得相反没有，你不是任意在这个解平面上找到一个 equation。那你就说哦，那这样子这个一定是原来的解，不一定。但我说可以找到这个解的，就是这个是它的解。那为什么这个解可以满足？因为它是由这些点凑出来，而这些点就都是你什么原先你的这些切点所形成的，所以它当然也会满足原来的 ODE。OK， 所以它的意义有一点点不是 if and only if 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大家介绍它的这个意义。就解的意义，你有分通解、特解跟异解。那一般而言，异解偶尔会发生，但不见得它 always 会发生。所以一般我们在后续的讨论里面，我们都不再去谈这个异解，都不会谈异解。我们主要都是 focus 在你的通解怎么求，那你怎么透过你的initial condition 去把你的特解给找出来。OK， 这是我们主要 focus 的。Alright， 好，所以到目前为止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一些基本的概念。OK，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我们要去解的这个一阶的活人方程了。OK， 好，所以我们下一个是来看看我们先看看，你看到一阶的 ODE 哈，我们现在 focus 一阶，它会有一些它的表示的方式，那一般会看到会有两种，第一种它就会告诉你说 y prime 等于 f of xy， 大部分会看到是像这个样子 y prime 等于 f of xy， 那另外一种呢？你另外一种可能看到的是长这个样子，就是你的 dx 跟 dy 是分开的，然后前面会有一个我们叫做大 M， 这就叫做大 N， 这两个你大概会分成这样。那你说老师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这个你可以理解嘛，反正就是我们based on我们前面对 ODE 的定义 ，differential equation 的定义就是你把你的 y prime 拿来跟你的原来的自变数还有你的因变数，然后形成一个 equation。这个function是 f， 然后这样多出来就是一个 ODE。可为什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那原因是你偶尔会看到这个样子，是因为它是从上面这边过来的。怎么过来？也就是你把你的 y prime 写成 dy dx，OK？ 那如果你的后面这一个 f of x 可以被你写成两个项。OK， 把它可以被你写成两个项，然后我故意在上面加一个负号，那你想说负号要不要吸收进去？这个 m 无所谓 ，whatever。那我故意把这个负号写出来，原因就是因为你待会你可以把它交叉相乘是得到什么？这不就是 n 的 x y dy， 那会等于什么？负的 m 的 x y 这样 dx， 那你再把它移项一下，不就变原来这个风？所以你有时候看到的是这一个，会有看到是这一个，那其实它的意思是
一样的，一样。那我们第二种形式啊，我们又称它叫做全微分的形式。OK， 第二种这种缝啊，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全微分的形式。但你这是简单讲，就是你会看到的。那你可能会问说，老师，那什么是全微分？好吧，帮大家复习一下好了。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看哈。假设我今天，我们用刚刚这个例子，如果我说 x y 相乘等于10，那假设我要得出一个微分方程式，那我就要对它做个微分吧，可以吧？我现在 x y 等于10，假如它看起来是一个 solution， 那我现在对这个 solution 去做微分，那就会出现 y prime 这个项，那它就形成一个微分方程式了，对不对？没错吧 ？OK， 好，所以我把它写成这样之后呢，我可不可以写成 y 等于这样？我只把 x 移过来，出过来，那我就可以得到 dy dx， 或者是我这 y prime 会变成什么？你就去微分嘛，对不对？啊，你的 y 对 x 微分，所以是负这样子，所以你得到这个东西，所以你得到 y prime 等于什么？负10，所以 y prime 等于负10除以 x 平方，所以这可不可以是一个 ODE？ 可以啊，这个也是个 ODE。那你刚刚这个就是你的答案嘛，这个就是你的解。好，刚刚这个 x y 等于10就是你的 solution，right？ 没错吧？好，那你的 ODE 长这个样子。那我刚刚说全微分的形式是什么？我刚刚还是从这里来 ，x y 等于10。在你刚刚这样做的时候，是因为我可以把 x 跟 y 分得很开，我可以单独写成 y 等于什么，然后我就去做微分的动作，所以得到这个结论。可是有些时候呢，如果我这个 equation 很复杂，它的 y 跟 x 它错综复杂在一起，它没有办法写成 y 是一个很漂亮的，在等号左边的。就像我们刚刚表现那个答案的时候，不是说有显函数的方式跟隐函数的方式吗？那如果你是没有办法这样做的时候，我可以这样把它想成说，我的 x y 等于10，它就是一个，我就把它写成是一个函数，叫做 phi of x y。这时候我把 x y 都当成是一个独立的变数，然后它们形成一个 phi。OK， 那这样的缝。你说，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因为它够简单，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做。那如果它很复杂，这地方很复杂，你就很难把所有的 y 都集中在等号左边。那这时候我可以用全微分的方式去做，所以我会得到，我一样对这个式子去做微分 ，define 啊，对这个 phi 去做微分，所以我会得到什么？它就是 partial phi partial x dx 加上 partial phi partial y。dy， 可以吗？我就会对这个东西做全微分的方式，就会变成这个样子。OK， 那这样子你的 phi 现在是 x y 嘛，所以你的 partial phi partial x 对 x 偏微的话，得到的是什么 y dx。然后呢，你的 partial phi partial y 对 y 偏微变成是 x dy， 所以你的答案就会变成是这样子。那你会说老师，那这样不一样啊？这个跟你现在要做的东西不一样嘛？其实你再往前进一步去看，刚这个 y 是什么？如果你刚 y 刚是因为没办法写，你刚这边会走全微分这一条路，是因为你认为它没办法写出来。可假设在这个例子里面，在这个示范性的例子里面，你的 y 事实上是可以写出来的 ，y 就是这一个嘛。所以你试试看，你把这个 y 带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是不是10%x？ 这个就是你的 y 嘛。然后你的 dx 加上 x dy， 你会等于什么？你刚刚两边微分，这个10微分也是0，所以你看这个式子最后变成什么？是不是10除以 x， 然后加上 dy dx， 是这样吗？所以这个不就是你的 y prime 吗？所以 y prime 是等于什么？负的10x 平方。那这个不就是跟你最左边刚刚这个一样？好了 ，OK， 所以。你用全微分的缝还是不是都可以，所以我这边只是告诉大家，其实一开始你看到微分方程，它可以一直是这种缝或这种全微分的缝，那结论都是一样的。那有时候会这种只是因为它表现上的容易与否而已。OK， 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